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想象一个场景，一个你肯定再熟悉不过的场景。你身处在中国任何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无论是北京的国贸，还是上海的陆家嘴，又或者是成都的春熙路。你站在街角，只需要短短几分钟，你就会看到一个景象：一个穿着亮黄色或者蓝色制服的身影，骑着一辆电动车，嗖的一下从你身边疾驰而过，风雨无阻。他们就像是这座巨大城市里流动的不知疲倦的血液细胞，为整个城市的机体送着养分和能量。没错，他们就是外卖骑手。那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群体到底有多庞大？根据估算，他们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1000万，这个是什么概念？我们来做个比较，这几乎就相当于整个希腊或者整个瑞典的国家总人口。你想想，这是一个足以构成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庞大群体。但问题是，对于这些每天都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对于他们真正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我们又了解多少呢？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着他们带来的无与伦比的便利。饿了不想做饭，只需要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半小时之内，热气腾腾的美食就能送到家门口。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在这令人惊叹的速度和效率背后，究竟隐藏着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又是被一种什么样的我们看不见的力量所支配和塑造的呢？今天，我们就将借助《数字疾驰》这本书的深度观察和研究，一起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走进这个庞大、熟悉却又无比神秘的隐形世界，去尝试揭开它高效运转背后的秘密。我们来看这本书的开篇，引用了一段非常优美，甚至可以说充满诗意的文字。它像箭一样，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它从不安分、随心所欲，来去无常。你听听，随心所欲，来去无常，这听起来像是在描述一种完美的、绝对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对吧？这段话其实很有来头，它出自18世纪法国著名的博物学家布冯伯爵。在他的巨热《自然史》里，他就是这样描绘蜂鸟的。蜂鸟，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鸟类，但它却以其惊人的飞行速度、极其旺盛的精力，以及那种看起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采蜜方式而闻名。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一本探讨21世纪数字平台下劳动者的书，要用这样一段200多年前的古老的文字作为开篇呢？这里的深意就在于，作者认为这正是对今天中国的外卖骑手一个最精准，但同时也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比喻。从表面上看，他们真的太像城市的蜂鸟了，永远在路上，永远在移动，永远在追求下一个订单。他们似乎拥有着选择接哪个单、走哪条路的自由。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要深入的去探讨，这种我们肉眼所见的自由，究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一种被技术和资本精心设计过的美丽的幻觉？1000万。好，让我们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在这个数字上，并且这一次我们尝试去真正理解它的分量。这真的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统计数据，这1000万个奔波的身影背后，其实是1000万个家庭的希望和寄托，是1000万段独特的人生轨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经历了一场从农村到城市，从传统的工厂车间到数字平台的深刻变迁。这个庞大群体的形成，可以说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一个缩影，一个产物。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自动化水平的提高，许多传统的蓝领工作岗位在逐渐的减少甚至消失。但同样的同时，互联网平台经济异军其土，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收了这些劳动力，创造了海量的所谓新型就业工作。它向无数渴望改变命运、渴望在大城市立足的年轻人许下了一个非常诱人的承诺：来这里吧，这里没有传统工厂里的噪音、粉尘和束缚，也没有办公室里复杂的等级制度和人际关系的压抑。在这里，规则很简单，只要你肯跑，只要你够快，你就能赚到钱。正是这样宏大的时代背景，将上千万的劳动者推入了这个新兴的行列，让他们成为了维系现代都市便捷生活不可或缺，但又常常被我们忽视的城市蜂鸟。所以，这上千万的城市蜂鸟，已经完完全全地融入了我们城市的肌理，成为了我们现代生活的一道动态背景。他们是我们城市午餐高峰期最准时的供养者，是无数个深夜里抚慰那些激越灵魂的摆渡人。也是在台风、暴雨、严寒、酷暑这些极端天气里，依然在街头疾驰的孤勇者。正是他们的存在，构成了平台经济那令人惊叹的速度和我们习以为常的便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今天所习惯的许多生活方式可能都将不复存在。我们当然会赞叹这种效率，
也享受着这种便利。但是我们今天需要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当我们将这些骑手比作松鸟的时候，我们是否只看到了他们不知疲倦的飞行，却忽略了那个在背后不断驱使他们飞行的力量？他们真的像布封笔下的蜂鸟一样，是为自己而飞，是随心所欲的吗？好，这就引出了平台经济给出的最大诱惑，也是它最核心、最吸引人的一个叙事，那就是它所承诺的2个字儿：自由。我们来设想一下，一个年轻人，他可能厌倦了工厂流水线上那种日复一日枯燥乏味的重复性劳动，或者他无法忍受办公室里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无形的压力。就在这个时候，平台经济向他招手了，用一种极具诱惑力的声音告诉他：来这里吧，在这里你可以做自己的老板，这里不需要朝九晚五的打卡，更没有一个指手画脚的上司在你耳边唠叨。你可以自由地安排你的工作时间，想多赚点钱，那就多跑几单；今天觉得累了，想休息，那就随时下线，一切都由你自己决定。多劳多得，公平公正。这种为自己工作的理念，这种将自己从传统的僵化的雇佣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承诺，你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吸引人？它精准地击中了当代许多劳动者内心深处最渴望的那一点：渴望自主，渴望掌控自己的生活，渴望摆脱各种各样的束缚。而也正是这种对自由的响亮承诺，成为了吸引上千万劳动者像潮水一样涌入这个行业的根本原因。但是，一个核心的矛盾，一个巨大的谜题也就在这里浮现了。如果这上千万的骑手真的都是自由的，都是自己的老板，那么这个庞大到无以复加、复杂到难以想象，并只需要将时间精确到秒的配送系统，它究竟是如何实现如此高效、如此精准的运行的呢？这似乎不合常理。在任何一个传统的组织里，你想想看，要管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团队，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成千上万的各级经理，你需要无数的班组长、调度员，在现场进行实时的指挥、调度和监督。可是，在外卖这个行业，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人类经理在街头指挥骑手应该怎么跑。那么，这个系统就好像一个没有指挥官却能完美协作的军队，这怎么可能呢？如果老板不是人，那到底是谁，或者说是什么，在对这上千万人发号施令？是谁在为他们规划最优路线，给他们分配订单，评估他们的工作绩效，并且执行严苛的奖惩？这个看不见的管理者，这个隐形的操盘手，究竟是什么？这张图可以是把平台经济许诺的那个美丽童话和骑手们所要面对的骨感现实之间那道巨大的鸿沟展现的淋漓尽致。我们来逐一的深入的剖析一下。左边是平台经济描绘的那个美好承诺，第一条，做自己的老板，听起来多棒啊！但右边对应的残酷现实是，你的老板其实是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无时无刻不在监视你的算法。它比任何人类老板都更加苛刻，更加理性，也更加不知疲倦。第二条，承诺是赚更多的钱，现实却是你陷入了一场与系统时间进行的永无止境的，而且毫无胜算的赛跑。为了维持甚至只是保住现有的收入，你必须不断的加速，不断的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和城市交通规则的极限。第三条，承诺是自由地工作，而现实是你被一条看不见的数字锁链给牢牢地拴住了。你的手机，这个本来应该是你与世界连接的通讯工具，现在变成了一个全天候的高精度的监控设备。你的一举一动，你走过的每一米，停留的每一秒，都在它的追踪和计算之下。那么，那个发号施令的神秘老板，那条看不见的数字锁链，它到底是什么？为了解开这个核心的谜题，《数字疾驰》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非常关键，它不仅解释了外卖行业的运作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揭示了未来我们很多人的劳动关系的一种普遍形态。这个概念就叫做数字控制，它就是我们理解一切的那把关键的钥匙。那么，到底什么是数字控制？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个定义。简单来说，就是用你手机里的那个外卖 App， 那个有海量的实时数据和极其复杂的算法所驱动的系统，来全面的、彻底的取代传统的人类经理。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定义里最重要的几个关键词。首先，它取代了人类经理的全部职能，指挥你、评价你，甚至惩罚你。系统给你派单，这就是它的指挥；我们消费者给出的评价，就是它的评价。超时了或者被差评了，系统自动扣款罚钱，
这就是它的乘法。其次，它的特点是高效和隐蔽。高效体现在它能同时管理上百万、上千万的劳动者，而几乎没有增加任何管理成本，这是任何人类管理体系都无法做到的。而隐蔽则体现在它的控制是无形的，是嵌入在 App 界面里的。骑手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可以沟通、可以协商、可以求情的人，而是一个冷冰冰的、不容置疑的、无法辩驳的系统指令。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核心认识：这个 App 它绝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接单工具，它就是那个能把你的工作控制到每一分每秒的那个永不休息、无所不知、全知全能的算法老板。那么这条数字锁链具体是怎样一环扣一环的运作，最终实现对骑手如此精密的控制呢？这本书为我们拆解出了这4个关键的步骤。第一步，也是整个系统的基础，就是持续追踪。系统通过你手机里的 GPS 芯片，可以实时精准地模拟你的地理位置、你的移动速度，以及你在配送过程中每一个环节所花费的时间。所有这些海量的数据都会被上传到云端，成为系统管理你的最根本的依据。第二步叫做算法派单。系统会根据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变量，比如你当前的位置、你的历史好评率、你的准点率等等，自动的、强制性的给你分配订单。这里的关键在于，在大多数情况下，骑手没有选择权，只能被动的接受，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权。第三步是游戏化绩效，这是一个非常精妙的设计。系统精心设计了一套从青铜、白银一路升级到星耀王者的等级体系，还有各种各样的勋章、排行榜。这表面上看起来很有趣，像是在玩游戏，但实际上它是利用了人类心理学中的竞争和成就机制，让你和你的同行之间陷入一种疯狂的内卷和竞争，从而不断的自我驱动、自我加速。而最后也是最高明、最狠的一招，叫做顾客当裁判。我们每一个消费者在完成订单后，随手打出的一个5星好评或者一个差评，写下的一句评价，都会被系统立刻收集起来，成为评判一个骑手服务质量最直接、最关键的证据，并且直接和他的收入，甚至是他能否继续在这个平台工作的资格牢牢挂钩。你看，就这样，我们这些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都成了这个庞大监控系统里免费的，也是最严厉的监工。讲了这么多理论，可能大家还是会觉得有些抽象。这套听起来很厉害的数字控制系统，在现实世界里作用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到底意味着什么？那种感觉是怎样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书中详细的像拍电影一样记录了一位名叫保利的新手骑手。现在就让我们暂时放下这些理论，跟着保利的视角去亲身体验一下他那堪称噩梦般的跑外卖的第一天，去感受一下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是如何在与算法的这场不公平的赛跑中被一步一步地推向崩溃边缘的。几乎是在保利上线接单的一瞬间，他就被系统的节奏给彻底击垮了。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具体的场景，时间是正午，午餐高峰期，一家拥挤不堪的快餐店里，保利刚刚在后厨窗口取到2份热气腾腾的餐，他的2只手已经被餐盒占得满满当当，正手忙脚乱的想要把它们塞进背后的保温箱里。就在这个时候，他口袋里的手机开始疯狂的震动，那独特的甚至有些尖锐的提示音不断的响起。系统又冷酷的不带任何商量余地的给他塞过来了4个新的订单。这就是算法冷酷的内在逻辑，他根本不会考虑你是不是一个新手，他也不会考虑你是不是已经手忙脚乱，他的数据库里没有体谅这个词。他的唯一目标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最多的订单像子弹上膛一样压到每一个在线的骑手身上，以此来实现整个系统效率的最大化。他在做的就是不断的去试探和推高每一个人的工作极限。这一张时间线更是像一个慢镜头回放，清晰地展示了算法是如何通过压缩时间来制造出极致的压力。我们一步一步来看。中午12点01分，保利的第一个订单来了，系统给了40分钟的配送时间。对于一个订单来说，这时间似乎还算宽裕，保利当时可能还松了口气。但是请注意，真正的陷阱很快就出现了。仅仅过了2分钟，12点3分，砰！系统就像机关枪一样，又连续推送了3个订单给他。而最要命的是，这3个新订单的倒计时是从推送给他的那一刻就已经无情的开始了。系统并不会人性化的等到他送完第一个订单再去排新的单。于是，在接下来的20多分钟里，保利就陷入了一场疯狂的循环。
在新去的陌生街道里迷路，在等餐的餐厅里焦急地踱步，在取餐和放置餐时中手忙脚乱。等到12点25分，当他好不容易取完所有4个订单的餐食时，他绝望地抬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发现所有订单的配送时间都只剩下最后短短的15分钟了。要在15分钟之内规划出一条最优路线，把4个餐送到4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对于一个对路况完全不熟的新手来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算法就是这样，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和机器赛跑的选手，而且起跑线还被画在了后面。最终的结果毫无悬念，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保利还是不可避免地超时了。而紧接着，他看到了一个让他完全无法理解的系统提示。手机屏幕上冷冰冰地显示着一行字：已超时0分钟。超时0分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当时肯定是一头雾水，是没有超时吗？还是说超时的时间太短，可以忽略不计？他就带着这种困惑和一丝侥幸送完了剩下的订单。但很快，当他晚上查看自己当天的收入明细时，他就学到了进入这个行业最残酷也是最重要的一课。在这个由代码构建的非黑即白的规则世界里，任何宽限，任何情理可讲。超时0分钟的意思是，系统已经记录到你超时了，但因为时间非常短，所以在显示上约等于0分钟。可是，在判定和惩罚上却是一视同仁的，哪怕你只是晚了几秒钟，也会被系统冷酷地判定为超时，而结果就是这一单的配送费被全部扣除，1分钱都拿不到。你之前所有的奔跑，所有的汗水，在那一瞬间都等于白干。保利的故事让人心疼，但我们必须明白，这绝不是一个个例，它只是上千万骑手日常经历的一个浓缩的缩影。它就像一个医学上的切片，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数字控制这把手术刀是如何精准地作用于个体，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身心压力的。好，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远，从保利一个人的挣扎，看到整个系统的运作逻辑和它所带来的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每天动动手指就能享受到的这种极致的便利和效率，它背后的代价究竟是什么？这个巨大的代价又是由谁在以怎样的方式承担着？对于这个问题，著名的人类学家项彪教授给出了一个一针见血的评论。他指出，这本书所揭示的早已不仅仅是外卖行业本身的事情了，它其实是中国社会乃至全球社会的一个精确的缩影。书里所描述的2种核心现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普遍的特征。第一是不断提速的压力。不仅仅是外卖骑手在玩命加速，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似乎都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着加速。我们追求及时满足、及时响应，整个社会的节奏都在不断加快。第二是长期稳定关系的消解。平台用这种极其灵活的所谓零工的合作关系，取代了传统的稳定的雇佣关系。这不仅仅是工作关系的变化，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我们正在亲眼见证一个巨大的转变，临时的、高效的、原子化的零工正在不断的侵蚀和取代那种稳定的、有社会保障的、长期的工作岗位。好啦，解读到这里，时候来一起总结一下今天最重要的几个核心观点了。第一点，请务必记住，我们所享受的每一次触手可及的便利，背后都有一个强大而又隐形的算法控制系统在驱动着。这种便利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有成本的。第二点，平台经济所高声许诺的自由，在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被精心设计过的美丽的幻觉。劳动者看似摆脱了有血有肉的人类老板，却迎来了更强大、更不知疲倦的算法老板。第三点，传统的管理职能正在被巧妙的自动化，甚至是众包化。我们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在给骑手打分、写评价的时候，都在无意之中扮演了监工的角色，成为了这套数字控制系统里至关重要的一环。最后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对速度的疯狂追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它并不是这个系统的偶然缺陷，或者是一个可以修复的漏洞 bug， 恰恰相反，它就是这个系统的核心设计 feature， 是它赖以生存和盈利的根本逻辑。《数字疾驰》这本书在最后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一个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的问题：
它把我们从一个被动的、只关心食物何时送达的消费者，变成了一个主动的、有能力去反思整个系统运作的思考者。所以，下一次当你饥肠辘辘地打开外卖 App， 熟练地浏览下单，在屏幕上轻轻一点，然后满心期待地等待着美食在约定的时间内送达，享受那份便利的时候，不妨也花上几秒钟，在脑海里想一想这个问题：为了我们此刻的这份数字及时的便利，那个在屏幕背后，那个正在城市道路上飞奔的人，他正在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轻轻一点启动的又是一个怎样复杂而冷酷的系统？这个问题或许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开始思考本身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步。